在这场南美洲原始丛林的求生挑战中，男选手杰克和女搭档露丝光着身子挑战21天生存，赢取10万美元。杰克曾是久经沙场的生存专家，逃避家中的单调生活，秘密报名挑战，寻找逝去的青春。搭档露丝，大学毕业的跆拳道高手，多次参与野外训练，此次来到尼加拉瓜原始丛林检验自己的生存技能。面对40度的高温和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，两人穿越灌木丛林，抵达营地前必须克服蟒蛇、捕鸟蛛等攻击性动物的威胁。丛林中充斥着凶狠的凯门鳄，让生存难度达到地狱级别。地图引导下，他们找到了一处被标记为河流的地方，但发现只是快要干枯的小水沟，水质极差，甚至连秃鹫都不吃岸边的死鱼尸体。尽管面临水源困难，杰克尝试烧水，而露丝的火种尝试未果，搭建庇护所也屡次失败。在杰克终于巧妙地利用鸟巢搭建火堆后，他们烧开了水，尽管水色绿泡沫，但依然喝下，仿佛在喝奶茶一般。夜幕降临，两人疲惫不堪，露丝躺在地上怀疑人生，感受到身上仿佛有蚂蚁在咬。杰克安慰她，并接受了她的建议，决定第2天寻找解决方法。这是一场极端挑战，他们是否能成功挑战21天，成为这片荒野的胜利者？在清晨的阳光中，露丝提议杰克盖个树屋，但杰克嗤之以鼻，认为蚂蚁不会放过树上的他们。对露丝的提议嗤之以鼻后，杰克专心忙碌在地上搭建棚子，因为他相信这片南美洲的原始丛林半年都不会有雨，漏水问题并不成为他的担忧。然而露丝却只是悠闲地躺在一旁晒太阳，不仅没有提供帮助，而且时不时地嘲笑杰克，全然没有参与到任何工作中的意愿。从他们抵达这片丛林开始，所有的努力和工作都由杰克一人完成。露丝的态度让人觉得他只是来度假的，整整2天都没挪过地方。在这种单方面的努力中，杰克觉得他的智商受到了侮辱。过了1周，杰克抓到了一只蜥蜴，希望露丝能协助处理，但令人震惊的是，3个小时过去了，露丝居然还没弄完。杰克内心崩溃，对节目组招募这样的搭档感到无奈，这小祖宗除了会吹嘴，啥本事都没有。度过了1周的时间，露丝在午睡时被蝎子咬了一口，却将责任归咎于杰克当初没有为他搭建树屋。这时杰克想邀请露丝一起玩个游戏，但露丝还在不停地抱怨，对杰克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的不满。杰克对此感到心疼，而露丝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不满中。白天结束后，杰克照常出门收集资源，他为人老实，不与露丝一般见识，甚至建了一个鱼楼，打算抓鱼给露丝吃。露丝则在一旁炫耀他的抓鱼经历。杰克虽然看破他的吹牛，却选择保持沉默。然而他们营地旁的水沟变得越来越浅，干枯的可能性时刻存在，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转移。按照地图的指引，两人再次踏上寻找水源的道路。可惜露丝的行动十分缓慢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，杰克只能默默无语。幸运的是，新的营地条件相当不错，水源充足，而且看起来要干净得多。两人跳进河里游泳，希望借此消遣，同时摆脱先前的尴尬。杰克重新点火，烧了一壶水，接着开始重新盖房子。然而露丝仍然一如既往的懒散躺在地上，对杰克的努力毫不在意。杰克在河边找到了一片野菜，这对于已经空腹了几天的两人来说显得尤为珍贵，至少他们不用再担心饥饿。然而露丝对这些却漠不关心，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野草而已。杰克感到非常无语，对这样的小姑娘实在是没法沟通。此时一阵雷声打破了先前的沉默，一场狂风暴雨即将到来。露丝说他们现在得赶紧搭个棚子。杰克笑了，他再也不想忍受这小仙女了，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的不满。露丝曾经吹嘴说自己在野外求生很厉害，杰克直接开口质问他，既然这么有本事，那就搭个棚子看看，别只会说而已。露丝被拆穿后愣在原地，毕竟他从未搭过树屋，纯粹是吹嘴而已。杰克这次态度坚决，不再心软，毕竟他是来参加野外求生的，而不是来伺候这个小仙女的。这一晚上两人陷入了一场僵局，气氛一度十分尴尬。第10天来临，杰克心情沉闷，不得不携带这位困扰他的队友，让他倍感郁闷。饥饿困扰了好几天，杰克设法设置陷阱，试图捕捉鳄鱼做烧烤。然而尽管杰克经验丰富，鳄鱼的灵活性让他劳而无功。露丝一直在抱怨，声称自己也能打猎，但杰克对他的态度冷淡。出人意料的是，露丝在水中捡到了一只乌龟，但在炫耀时却让乌龟溜走，两人只能空手而归。露丝抱怨责怪杰克，后者对他感到无语。面对露丝的威胁退出挑战，杰克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宁可独自轻松完成。这让露丝认识到，没有了杰克的搭档，他很难在这种环境中生存。杰克的直言虽然刻薄，
却揭示了事实。露丝最终向他道歉。过了苦头后，露丝变得积极主动，助力杰克生火、烧水、盖房子。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，两人逐渐成为朋友。第20天，露丝毫不畏惧地面对一条大蟒蛇，展现了前所未见的勇气。两人合作处理晚餐，品尝到了自来到这里后的第一顿美味的肉食。这段时间的相处让两人关系更加融洽。在离开的日子里，他们穿越山谷，用半天的时间安全到达撤离点，成功结束了挑战，赢得了10万美元奖金。这是一段关于成长与救赎的旅程。尽管露丝最初显得任性和自私，但在这21天的历练中逐渐变得成熟，学会了承担责任。经过野外生存，两人不仅在外貌上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而且他们的友谊也得到了加强。这段挑战可能是一个考验，如果是你，你能坚持到最后吗？